Hello，大家好，我是 Daniel，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今天主要跟大家分享一下report 跟 explore 里面它的报告的区别。report 的报告我们一般把它叫做标准的报告， explore 它的报告我们把它叫做自定义的报告。那标准的报告跟自定义的报告它们的区别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话题。我们今天看一下，首先我们看一下report 里面的标准报告它是怎么样的呢？它们的区别的话，我们看到一个主要是标准报告它就是默认就是已经固定了这一些我们看到的这些报告的内容。那自定义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自定义。那这当然是最直观的一个区别。那我今天主要跟大家说一下，他们会有一些比较细微的区别，这个可能是我们平常没有留意到的。那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视频之后，可以对大家会有一些帮助。好，今天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看到的这里的话，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是，用户获取嘛。那这里的话它会写的是，比如说我们看这一个 first user source median 这个source median， 那它这里写的话，它这里我们呈现的报告，它的一个规模型跟我们之前的一个 UA 版本是基本一致的，默认的都是使用的是last click， 就是最后一次点击它的一个追踪这个规模型。对，包括我们看到这一些，比如说流量获取这里的话，我们会看到这里会是比较明显，比如说这里会有一个 section， 就是绘画，它是一个跟绘画有关联的一个归因模型。对，绘画归因的一个模型，它主要是采用的是个 last click 的一个归因模型。那这里的归因模型跟我们这个账号设置的没有关系，就算我们比如说我们看我们这个账号设置，我们一般前面有介绍嘛，一般默认的是一个data driven 的一个归因模型。我们看一下这里我们默认的报告是 data driven， 但是我刚刚有说到，就算我们这里设置的是 data driven 的归因模型，但是我们的一个标准报告它采用的依然是我们 last click 的一个归因模型。对，然后还有一个区别，我们会看到嘛，流量获取的这里的话，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基于绘画的，就跟我们 UA 版本的一个 GA 是一样的，它都是基于绘画的。对，那我们想要看到基于我们因为前面的视频有介绍到 GA4 它其实是基于事件来收集信息的嘛，就是那我们怎么去看到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想看到的是一个 data driven 它的一个数据，那是我们就是只能通过 explore 它这个自定义报告来创建我们想要看的。那我这里举个例子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我想看的是一个转化嘛 conversion transaction， 比如说我们想要看的是我们订单的一个数据，订单交易数据。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有看到的 median， 我们看到这里它就会有2个了，那我们想看的话就看这个，就是归因的这个。那如果我们选这里的话，就会跟我们前面是一样的，它是基于一个绘画的归因。那我们要看的话是基于这个基于事件它的一个归因是怎样的。那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我们看一下那我们就把它添加到我们的报告里面去。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看到这里就是10行嘛，我们在这里的话可以选数据多一些。这里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这个是我们的交易 ID， 这里的是我们的一个source， 就是我们的订单来源。对，那比如说我想看它是不是采用了一个data driven 的一个归因模型嘛。那 data driven 的话，它的归因模型有可能说，比如说我一个订单，它可能是通过不同的一个渠道来完成这个转化的。那它跟我们 last click 是不一样的， last click 它只会出现以我们最后
一次它的一个来源来归因的。所以我们怎么去分析呢？因为我们数据比较多嘛，我们可以把它下载下来。对，我看一下这个能不能下载。OK， 我这里的话应该是没有权限去下载的这一个。对，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个办法，如果我们想看的话，比如说我们下载下来，它会有一个表格嘛，有一个表格，那我们去用 VLOOKUP 去匹配一下，看一下我们是不是一个订单它会有不同它的一个来源，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基本就会采用到 Data Driven 的一个归因模型。对，那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两个报告它们的一个区别，这是一个我们可能会忽略到的点。这两个报告它其实它的一个归因模型是不一样的。对，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内容啦，谢谢大家。